呀，在干嘛？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什么是成长。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主题一定会非常的好奇，所以我自己在某一天呢，也会觉得说，应该说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好了，都在不停的努力，不停的学习，到底成长的定义又是什么？自己的成长又是什么样的定义？今天这支影片跟以往比较特殊的是，我在事前有发一则tweet询问大家什么是成长。在影片要结束之前呢，也会分享一些tweet友们的建议。这些建议是我觉得他们分享的建议还不错的，也分享给你们。成长的部分，我想要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就是心灵成长，在网络上有查到一些比较笼统的资讯。所谓的心灵成长呢，是透过自我的认识、情绪的管理和个人价值的提升，让我们的内在力量获得全面性发展。透过心灵成长，不仅能够提升心理素质，增强自信心，改善人际关系，还能帮助我们在逆境中找到坚持的动力。那我这边举了2个例子的心灵成长，就比如说像是开始倾听自己内在声音，然后还有觉察你的负面情绪，或是你觉得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呢，反而是一种考验。那我觉得这种心灵成长比较是那种从小到大，随着你的心境、个人心境去成长的，因为你会因为环境的因素而改变。那环境改变了，你的整个心境、心情也会跟着变动。心情跟着变动的话呢，你也会去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。心灵层面的成长比较像是那种自我心理的成长。那在第2个比较大众频繁的身体成长，相信大家一定很不陌生的是，就是像那种你小时候啊，可能身高几公分，体重多重，可能长到了160几公分、140几公分啊，身体也长胖了一些，这就是所谓的身体成长。身体成长比较是那种外观上面看得出来的，比较容易显现出来的，其中也包含了外貌的部分。生病，找到你的病根源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小时候很容易生病的人，可是你到长大之后呢，生病的频率就会比较少。像我自己小的时候是常常生病，然后现在就是偶尔久久一次生病。不过偶尔久久一次生病的时候，那种生病的抵抗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弱了，所以常常只要生这种病的话呢，就会症状会比较特别明显，而且也会比较严重。那在第3个是人生的历练成长，这个就包含了前面2点，主要是你的个人经历的部分。那这个个人经历的部分呢，其实有包含到软实力跟硬实力的部分，涵盖了你所知道的一些技能，以及你心理的状况，还有你的情绪上的问题，还有包含那些沟通能力，以及面对问题的一些临场反应之类等等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人生剧本，从出生那一刻，你的人生就已经开幕了，开始演出。那它这个经历也包含了承受压力、获取知识、人际关系、金钱、损失，还有情绪。以上这3点是我自己特别抓出来的成长的部分。那这边有几位网友分享出来的成长，我自己觉得是不错，像是有那种不再为一点小事钻牛角尖，能独立完成一些工作，不让别人担心，能好好照顾自己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懂得何谓责任，懂得何谓珍惜，懂得怎么爱自己。应该说我觉得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你要如何懂得爱自己，因为爱自己真的太重要了。像我自己也是会觉得说先以别人的事情为主好了，我先做他的，那我自己的后面再来做没有关系。有些事情确实是可以这样做，可是当某一些层面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等于是在消耗你自己，你在委屈你自己，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子做。应该是学会不在意他人的眼光，这真的是一生的课题。告诉自己没有那么多人是你的观众，也告诉自己不要代替丢脸。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活在当下，活得久，什么都多一点，也因此什么都少一点。我在前几周在一个我的推上面有发了一则文章，文章内容是讲说有什么人事物是在你小时候的时候容易得到，但长大越容易失去。这文章的动机我是想说，毕竟现在很多人都会有点念旧的感觉，我自己也是会念旧的，就会想说以前可能一颗糖果1块钱啊，现在一颗糖果越来越贵。觉得小时候你可以用一点点就可以买到那种很多的幸福，可是当你越长越大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这份幸福
有的时候来得非常的沉重，甚至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或是精力，你才能去享受到这一份幸福、喜悦、你的开心。有可能在这其中你也消耗了非常多的体力。不过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说担心，小时候的幸福总是那么多，也总是更容易得到喜欢的，长大反而越容易失去。我觉得小时候的得到是因为你对于这个东西感到新奇，可能从来没有碰过，所以你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，你第一次得到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东西好酷哦，我有欸，而且这东西可能糖果的话吃起来就是甜甜的啊什么之类的。但是当你长大后，你再回头看，你已经得到过这些东西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，反而会去在追求更高更远的事物，更高更远的目标。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什么是成长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影片。这部影片是我有点像是突发奇想的，突然想要做的一个偏感性的影片。那喜欢可以帮我点个赞哦。我是慈啊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